周期表内的元素金属是占大部分。所有金属都具有类似的物理和化学性质，但并非完全相同。只要观察少数的金属，便可以推测它们的化学性质有何变化。例如，钠金属。将少量的钠金属放入盛满水的浴槽中，钠和水会发生猛烈反应，同时会产生碱性氢氧化钠和氢气。钾与冷水发生激烈反应，产生金属氢氧化物和氢气。钠与冷水反应，它的反应强烈，易产生金属氢氧化物和氢气。锂和钙与冷水反应为中等反应，同样产生金属氢氧化物和氢气。以下实验展示不同金属的活泼性：镁、铝、氢和铁与水的反应。各试管都装有金属，分别为镁、铝、氢和铁。各试管加入纯水，在室温情况下观察每种金属与水的反应。只有镁条的表面有少量气泡产生。相对钠金属与水的反应，镁条的反应缓慢，其他的金属与水反应则极为缓慢。镁与蒸汽的反应：沸腾管的底部加入湿润的沙子，将镁条放在管子内的中间，慢慢点燃本升灯，用点火器点燃释放出来的气体，出现火红色的火焰。锌与蒸汽反应：镁、氢和铁与蒸汽反应，形成金属氧化物。但是铝金属不会持续与蒸汽反应，因为金属铝的表面会生成一层很薄的氧化铝，这层氧化铝可保护金属不再发生反应。用稀盐酸与各金属重复实验。各试管中加入少量的镁、铝、氢和铁样本，并在每支试管中加入稀盐酸，镁溶于酸，并产生剧烈反应。铝和锌与酸迅速反应，并缓慢溶解。最后观察铁与酸的反应，它只会缓慢的反应。以上反应会产生无色的气体。镁、铝、氢和铁与稀盐酸的反应，生成金属氯化物和氢气。测试铜和锡与盐酸的反应。铜和锡的反应不会立即发生，并保持不变。2天后，观察试管中铜和锡的变化，没有反应。20天后，装有铜的试管变成绿色，而金属锡的体积变小。根据实验结果，是将金属的化学反应性由高到低排列，可按活性次序排列各金属，最后的金属是金。由金属的活性次序排列，以上的金属都较金的活性为高，因此这些金属元素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将金从其化学物中置换出来。